2025年3月，建筑界迎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由华人拿下号称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这位建筑师叫刘家坤，成为继贝聿铭、王树之后第3位获得最高荣誉的华人建筑师。说起他的人生经历非常的奇妙，本来搞文学，半路才出家当建筑师，究竟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赢得建筑界的最高荣誉？就请听我娓娓道来。开门先说刘家坤打响名号的代表作西村大院。这个地方曾被误认为烂尾楼，却登上了国际建筑舞台。西村大院的成功主要是因为那高耸直通屋顶的坡道和环绕屋顶的跑道，第一眼都会被这种不曾见过的设施震慑。细长高耸的柱子存在感十足，尺寸的视觉比例拿捏得刚刚好，虽然简单却有美感，十足的网红拍照景点，于是很快就在网上流传，打响名号。西村大院的故事要从2008年说起。位于成都西区，原本是高尔夫球场和游泳馆，服务于少数人，与周边10几个住宅区的居民生活格格不入。开发商找到了刘家坤，希望他能将这片70多亩的土地改造成一个新的空间，既能找回成都的都市记忆，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刘家坤脑海中浮现的不是高耸的商业大楼，而是一个大院，一个能让人想起计划经济时代那种热闹混杂、充满人情味的社区。刘家坤的设计灵感来源成都的日常，西村大院就像一个四川火锅，是带格子的那一种。这个火锅可以扔进各种食材，商铺啦、餐厅、办公室、足球场，甚至还有1.6公里长的巨型跑道，从地面盘旋到屋顶。这条绝无仅有的跑道成了大院的灵魂，居民在这里散步啊，办主题马拉松，甚至还能骑单车。西村大院的外圈建筑是功能主义的商铺，内里是市井生活的热闹拼贴。大院中庭还利用空中走道，巧妙地分割中间的巨大空间，使原本一大片难以规划的大广场变成小区块的落院，里面布置了各种活动空间，植栽选用最贴合当地的竹子。设计并不追求精致，反而带着一种未完成的粗糙感，没有搞什么 LED 墙或是智能系统，单靠比例和光线玩出了现代感。这些元素让西村大院显得朴实无华，却又充满了在地的力量。回顾刘家坤的成长经历，195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典型的川味城市。他是个爱画画的文艺青年。他坦言，填大学志愿的时候还没听过建筑是什么，还随手选了仓库管理、皮革加工这种务实的科系，单纯想要跳出农村找个饭碗。最后选择建筑，单纯是听说跟画画有点关系，就稀里糊涂的选了重庆大学的建筑工程。毕业后完全没有把心思放在建筑上，都在忙别的事，画画、写诗、写小说，活脱脱一个文人的模样。后来他被派到西藏工作，又接调到四川文学院搞文学创作，还在新疆待了2年。这段经历让他成为建筑界少有的文人派，也为他日后的作品注入了独特的诗意。再来介绍我非常喜欢的作品——二郎镇天宝洞。这里原本是生产郎酒的厂房，将其改建成酒窖。原本的建筑很随意哦，就像台湾常见的山坡地的工厂。细看这个山头地貌本身是非常的美，选用中国古典的亭台阁楼为基本原型，转化成现代的手法，低调顺着山势处理，因地制宜。
悬崖与植被和谐的共存，屋顶平台的线条形态利落有个性，锈红色的屋檐神来一笔，画龙点睛，变得充满仙气诗意。刘家坤真正开始搞建筑设计已经37岁，转机来自大学同学谈话的一次上海建筑展。刘家坤受邀参加，却发现自己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站台，没资格以建筑师亮相。这件事狠狠戳中了他的自尊心。他后来回忆，那个时候尴尬死了，觉得不能再混下去。于是他在设计院写完最后一篇长篇小说《明月构想》，毅然辞职。1999年创办了自己的家坤建筑设计事务所，正式开启建筑生涯。因为早期的文学经历，使他的建筑设计与众不同，被媒体誉为最具文人气质的建筑师。2012年，王叔拿到了普利兹克奖，但坊间谈论最多的却是为何不是刘家坤？再来介绍刘家坤早期的奠基作品——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坐落于基地最大的林间平地上，保留周围竹林作为自然的分隔。通过一条穿越竹林、悬于莲池之上的步道，引导访客进入博物馆。这条路径营造一种仪式感，让人从日常环境逐步进入到静谧的艺术空间。博物馆的布局采用展厅环绕中庭的形式，利用建筑间的间隙采光，使光线以一种非直接的方式进入。间隙光既柔和又有层次，这种光影处理与石刻的主题呼应，营造出沉静超脱的氛围，连佛像都显得更有灵气，让人感觉跟自然对话。这不是冰冷技术堆出来的，而是用心琢磨出来的。刘家坤善用简单的材料和环境对话，展现了他低技策略的特色。低技策略是刘家坤提出的核心设计理念。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昂贵的高科技材料或是复杂的机械系统，而是靠当地的资源、传统技术和创意，达到既有功能又有灵魂的建筑。再来也是一个刘家坤经典的作品，松阳县城隍庙的街区，自古便是松阳人的公共活动场所、精神中心。历经100年的变迁，留下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各色建筑，但日渐衰落，环境杂乱，欠缺整理，让人不想靠近。刘家坤利用廊道链接，将各区疏通打开。他说，这就像泥鳅钻豆这道菜。走道光亮通透，人们可以在这个纯净的空间悠闲的散步。这背后的老公寓长得就跟台湾同一个样。这条廊道就像时光穿梭机，一个断面游走3个时代的建筑，让人想一品再品。这个案子彻底的振兴地方，成功将传统与现代交融。有人问刘家坤为什么爱用混凝土和砖，他开玩笑地说：“因为便宜又老实，就跟我一样。建筑不必靠贵东西撑场面，平凡中也能有大气。”他特别眷恋成都，说自己离不开这片土地的辣椒味。他至今保持着喝茶聊天的老派习惯，在成都的玉林工作室就像个文人聚会所，满是书香和混凝土碰撞。他和同事养了3只猫，肥肥壮壮，天天看图纸，和建筑师们一起开会，偶尔还会和老板大打出手。再来聊近期的作品——杭钢公园。杭钢公园的前身是杭州钢铁厂，随着城市发展逐渐废弃，未选择拆除或是过度美化这片工厂。保留了核心结构历史痕迹，巨大的钢构厂房、烟囱和设备，
转化成公园的空间骨架，透过现代设计手法，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最成功的部分就是选用漆器红当整体的主轴色，从钢铁水泥绿地之中衬托全新感受。长的设计就是日本的千鸟居形态。21世纪的建筑充满了高科技狂热，什么 AI 设计啊、永续建筑、智慧城市，听着很酷，但成本很高的吓人，普通人根本做不起。它的策略和环保，少用高耗能材料，多靠自然通风和采光，这才是真实的绿建筑。OK， 本期影片就到这边，欢迎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次见 ，See you。